现在呢，我在我女儿住所的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啊，这边呢就可以停车。这个呢就是停车场的模样啊。现在我拿着车呢，再出去转转。前往这条路线。前往这条路线。前往这条路线。好，我现在呢再次从这个停车场啊出来。这个停车场呢挺有意思的，就在我小孩住的楼的边上。它周末呢，它相对会有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费率啊，在停车标志处左转。才一大早啊，还不到7点呢，这边都已经路上堵车了。原来是施工造成的。通过这一个红绿灯，然后在下一处左转。从多伦多南趟出来啊，转了几条高速公路，从403转到401，现在准备要转到400号高速公路啊。但我突然发现这个飘起雪花来了，而且这边离机场比较近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飞机下降的这个姿态啊，还是很优美，像一只大鸟一样。现在室外温度呢是3度啊，在下小雪。从downtown出来啊，我本来想象的就是这个大家的车呢应该都到downtown来上班的多，但我发现往城外走的这个车比我想象的多。
前方又有一架飞机准备降落。我呢，今天就趁着还有一天租车的这个时间啊，就白天到处再走走。我想去一个城市呢，离多伦多大概100多公里的地方，叫Barrie，应该也是在一个湖边啊，我就把它定到了这个湖边的一个公园那里去看看。因为加拿大最美的就是一些湖畔，还有某些地方像 BC 省的有很多山啊。这里面的那些公园啊是最漂亮的，就没想到啊，气温虽然不高，但是现在呢居然下起了雪来了啊！当然这个雪应该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开车的，因为它还只是下了一些小雪而已啊。前方2公里，驶出39号出口，朝北方向并线进入 Highway 401。你看这个高速公路啊，虽然还是挺宽敞啊，好几道，但这个路面呢损坏的非常严重。但这种路面的损坏的情况呢，应该就是残雪造成的，所以它也需要不断的铺设一些新的柏油，然后才可以维持一个路面比较平整啊。像这一段就比较好一点了。现在呢，我转向400号高速公路，向北行驶。朝驶出方向并线进入 Highway 401。啊，写着 Barrie， 应该是这个方向。13公里。从这边开始呢，就是向北的车辆啊，我相信啊，慢慢的会减少。但是你看左侧的向南的方向啊，进downtown市里去上班的人呢是络绎不绝，车水马龙啊。
现在呢，要在这条路上再开72公里基本上就开到头了，因为到目的地呢还有75公里。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早上7点半的时候，整个高速公路上车轮滚滚，看来大家还是都赶着去上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呢就是开车。我昨天呢从美国那边开车回来就感觉美国的一些内陆的城市，因为我去了Ohio几个城市一个是辛辛那提，一个是 Columbus， 还有一个是 Cleveland， 3个城市呢都是俄亥俄州的比较重要的城市。就那些城市呢都不是很大，而且它处于内陆不是沿海的地方，但基本的城市的面貌，那些建筑还都是非常的扎实，而且每个城市呢它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特色要不就是某种产业比较发达，要不呢就是联邦有很多的机构在那里，要不呢就是以教育为主，要不就是医疗上面的全国排名靠前等等所以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生活水平都不低。当然繁华程度可能没有办法像纽约这种大城市去相比而加拿大这边呢，这个大多伦多地区其实也是城市的集群，可以以美国的这些方式以此类推。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每个小城市应该都有自己的产业，自己的经济支持，所以呢没有像我们中国那样可能每天都必须要到市中心去上班那种，甚至呢住在市区里面的人呢，他因为工作在一个小的一个城市他每天呢也是一样要往返那里开很长时间车走相反的方向所以你看现在大家都冒着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雪花双向奔赴，就很多人呢要到多伦多市中心去上班，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像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向北而行，那边呢是面向的一些小的城市，但是呢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车在路上。所以今天呢也让我见识了一下多伦多的一个下雪天气这个雪现在是越下越大了4车道行驶。
你看一会儿功夫，这个雪就下得有点遮天蔽日了。我记得以前在中国开车呢，当然也经历过这种下雪天气，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应该也是这个感恩节的季节吧。有一回在美国从纽约开车去波士顿，就遇到了跟今天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下雪天啊。但是那个时候的天气要比今天更冷一些，因为地上其实到处都是雪花花、白花花的一片。你看啊，现在这个道路两旁的路肩上啊，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所以这个雪呢，还是比较干燥啊，就它下的也很急，所以一会儿功夫呢，就已经积了起来。白天呢，我觉得还行啊，因为现在温度是0度。如果到了晚上的话呢，就会结成冰，那开起来就非常可怕了啊。这样跟美国一样啊，就是高速公路上面呢，都会有2个人以上的车呢可以走的这种，应该是怎么说，共享车道。相信啊，因为下雪的缘故呢，进城的这个车流啊，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缓慢啊，有可能会造成拥堵。现在过了这一段呢，好像这个雪小了一点啊。天气又转好了，下雪的路段已经过去了啊。现在从一个高坡啊往下方向，可以看到前方很远啊，天和地接在一块儿。
我在路牌上看到 Sudbury 了啊，就是我租车第一次去的一个距离多伦多400多公里的城市。从这边过去呢，还有3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今天要去的 Barrie 呢，大概也就是40公里了。这边呢，虽然也会有一些矮的山丘啊，但是大部分呢还应该都是平原。我看这个地里啊，应该都是种的一些作物啊，但现在呢应该为时已晚啊，已经到了冬季了。如果春夏季呢，应该这个田里啊都会长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
方2公里，驶出94号出口，进入了 Side Road。很快就要到这个小城市了。我刚刚在路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小艇，就小游艇，所以这个城市呢，它一定是在一个湖边的。然后驶出94号出口，进入了 Side Road。驶出出口，然后右转进入 Side Road。在红绿灯路口走右侧车道，然后转弯，朝 Downtown 方向进入了 Side Road。右转。前方1.4公里，右转进入 Tiffin Street。美国和加拿大都差不多，就是每个小城市呢，基本都是在高速公路边上。如果这个城市有点历史呢，它就会有一个老的downtown。有些地方呢，几十年、300年没有什么太大发展，它只有downtown这一块中心地方。但也有一些城市呢，因为有了一些新的产业，它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了一个新的城区。往往这样的城市呢，老的downtown就会慢慢的被荒废掉。就像我们上次去到那个 Sudbury 这个城市，就是老的downtown基本上就是关门状态。前方1公里，右转进入 Tiffin Street。这里有加油站我还是把油给加一下吧。通过这一个红绿灯，然后在下一处右转。看到这个车上都有很多雪，感觉这个地方还是下了一场雪了。右转进入 Side Road。加了60块钱的油就明显感觉加拿大的油还是要比美国的油要贵一些。因为我昨天在美国加油的话，好像30几块钱美元就差不多加满了。但刚刚我加了60加币都没有加满。然后在下一处。在红绿灯路口右转进入 Tiffin Street， 然后左转进入 Lakeshore Drive。
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Lakeshore Drive。看来这边应该也有一种 GO Train 这样的火车啊，可以去到多伦多的。我看有这个标志。这里呢，基本上已经来到了湖边了。虽然这个湖在地图上看不算最大啊，但是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湖了。前方900米，右转。这边有好多的海鸥啊。这里呢，看到有一个停车场啊，但是它是要收费10块钱的。再去找找有没有不收费的停车场啊。但我们可以在这边稍稍的欣赏一下。路口右转进入 Lakeshore Drive。你看啊，望湖的这样的一个风景还是很美的。2只大鹅在草地上散步。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地方啊。所以你看这个边上呢，就有建了很多的这种高层的，应该是 apartment 呢，还是 condo。就这边啊，对于这个 condo 和 apartment 啊，到底是在以什么样子来区分的，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比较高层的新一点的，就所有的都是独立的，比方你在家里有洗衣机、干衣机等等的，这些呢一般叫 condo。apartment 呢就是稍微老一点，层数可能会低一些。有一些呢，它自己房间里头是没有洗衣这种设备的，它都在楼下专门的公共的洗的这样的地方呢，那这种呢就叫 apartment。右转，然后目的地在你右侧。好，我们先沿着这个湖边啊转转吧。通过这一个红绿灯，然后在下一处左转。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Simcoe Street， 然后左转进入 Bradford Street。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Maple Avenue， 然后左转进入 Dunlop Street West。左转进入 Bayfield Street。在红绿灯路口向右急转，进入 Dunlop Street East。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Collier Street， 然后左转进入 Bayfield Street。
左转进入 Bayfield Street。通过这一个红绿灯，然后在下一处右转。在 Simcoe Street 朝东北前行，然后左转进入 Bayfield Street。在红绿灯路口右转进入 Toronto Street， 然后左转进入 Dundas Street West。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Dundas Street West。前方1.4公里，右转，并线进入 Highway 400 North。好，现在呢，我先离开这个城市啊，去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 beach， 希望在那个比较有原始风貌的湖边啊，能够有地方可以停一停，看一看，走一走。前方1公里，右转，并线进入 Highway 400 North。你看这边的一些房子啊，就跟我昨天在俄亥俄那边看到的居民的房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每家其实从风土人情上来讲啊，文化上来讲，渊源上来讲，应该都差不了多少。